在海童忐忑时，商小飞说话了，他的声音异常的冷静，问着海童：海童，我妈中午就会到家，我能去你那里接洋洋过来吗？商小飞对他小姨没有印象，哪怕看相片也看不出什么来。用海童的话来说，小孩子小时候都很可爱。洋洋像他小姨的话，哪怕只有几分相似，他也不能放过，要把洋洋接过去，让他妈妈看过。商小飞还想起自己初见海童时，莫名的就想亲近海童。见到洋洋时，也是一眼就喜欢上了。如果洋洋是他小姨的后人，或许就能解释他为什么一见洋洋就喜欢上了。他又不是没见过像洋洋那么大的孩子，却只有洋洋是让他一眼就喜欢的，恨不得把洋洋抢过来当自己的外甥。给洋洋买玩具的时候，他毫不手软，恨不得给洋洋开一家玩具厂，专门为洋洋生产玩具。对海童也是那样。他商小飞是什么身份啊？就身边从来不缺那种巴结他、奉承他的人，他都看不上。26岁的他呢，真正的朋友屈指可数，因为他挑剔，但却跟海童一见如故，让他可以无视海童的出身、层次，愿意和海童当朋友。这不仅仅是海童帮他支招追求战少，是他真的喜欢和海童做朋友。小飞现在可能不行啊，洋洋出事了。闻言，商小飞心一揪，紧张地问：洋洋出什么事了？海童犹豫了一下，就说了实话：我姐不是要和她丈夫离婚吗？然后周家就趁我姐不注意，抢走了洋洋，把洋洋送到了周红林的姐姐家里去。但他们又不照顾好洋洋，周红英的小儿子打了洋洋，洋洋还手，他恶人先告状，让他哥替他报复洋洋，那个小混蛋把洋洋打进了医院。商小飞顿时怒了：海童，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啊？都说了，只要跟我说一声，我一定会帮你们的。洋洋现在怎么样了？对洋洋动手的人被抓了吗？先不说洋洋极有可能就是他小姨的后人，仅说洋洋那么可爱，他特别喜欢洋洋被打，他就忍不住。洋洋脸部软组织受伤，现在都还没有好，也被对方踢了2脚，我看过监控。洋洋当时被踢出了1米远，我真恨不得把对方碎尸万段。可是对方也还是个孩子，10岁左右的孩子，不管任明长得多高大结实，他的年龄摆在那里，真的是个只有10岁的孩子。报了警处理，但呢，10岁的孩子以教育为主，无法把他抓起来，只能勒令他的父母严加管教了。那现在我和我先生过去跟他们谈谈赔偿的事情。洋洋被惊吓过度，当时就晕了，昨晚出院回家后还发高烧，哭闹不休，今早退了烧也哭累了，才在我姐的怀里睡着。10岁的孩子对洋洋下狠手，他们还是表兄弟吧？你姐那个大姑姐是世间少有的极品，有她那样的母亲，指望她的孩子能有多好？海童，你发个定位给我，我拉几车人过去，不干架，吓一吓他们也好，免得以后他们再欺负洋洋。商小飞听得愤怒至极，他是个护短的人，不管对方是出于什么目的打了洋洋，他都是站在洋洋这一边。我先生叫上他的兄弟们一起去，也有8、9个人了，暂时不用你过来助威啊。海童谢过商小飞，不过婉拒了商小飞带人过来。商小飞的脾气，容易爆。那他们今天去任家，其实就是谈判。带着商小飞过去，海童怕他控制不住脾气，炸了。有战家兄弟跟着去，足够。你先生家里那么多兄弟的呀？他们家是个大家族啊。小飞，谢谢你啊。商小飞听说海童丈夫那边带了人过来助威，放下心来，说道：海童，你那个丈夫是闪婚的吧？现在看来还不错，你们遇到事情了，至少他肯帮忙，不像海玲的丈夫那样，认识12年又如何啊？比不上海童闪婚的丈夫。那行，我这一次不过去，但下次再遇到困难，你一定要告诉我，否则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你把你姐家里的地址发给我，我去你姐家里看看洋洋去。
海童没有拒绝他这个请求。那结束通话后，海童就把姐姐家的地址发给了商小飞。战印一直留心听着海童和商小飞的通话，知道商小飞想带人过来时，战印握着方向盘的手都紧了紧。商小飞要是过来，他的身份就要曝光了。他呢，不想突然间曝光，那样海童没有心理准备，难以接受。再者，他夫妻俩的感情呀，还没有稳定下来，不宜突然间穿帮。还好，海童婉拒了商小飞的好意。战印对商小飞没有好感，却无法否认商小飞对海童是真心的好。商小飞的脾性，他的地位，让他遇到任何事都不必憋着，都可以随心所欲。战印装着随意地问商小姐：“小飞发了他妈妈和他小姨小时候的相片给我看，我那天就随便看了2眼，没有发现什么。后来仔细看的时候，忽然觉得他的小姨和洋洋挺像的。”战印就被他这句话吓得差点就要追尾前面的车子了。他紧急刹车，海童身子都往前倾了倾：“别开那么快，要不换我来开吧。”海童说了他一句：“开车还是要慢一点，宁停3分，莫争1秒。”他开车除非有急事才会飙车，否则都是很稳的。战印重新把车子开动，说到路况太好啊，就忍不住加速。海童，你说洋洋像商小飞的小姨？战印依旧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着海童这个问题。海童没有留意到他的异样，这家伙演戏那是影帝级别的，他道行太浅，无法识破他，是有点像，大概有4、5分像吧。洋洋是更像我姐姐，但也有点像周鸿林的。那说到这里，海童忽的了一声，要是洋洋都像商小飞的小姨，我姐应该更像的。但商小飞看到他姐姐并没有异样，可能是他姐姐太胖了，所以商小飞没有看出来，也有可能是商小飞想象不出他小姨长大后的样子。海童觉得他从任家回来后，就要动笔画画商家小姨长大后的样子，是不是和姐姐很像？这么说，你妈妈是商小姐的小姨？战印只想到2个字：狗血呢。太狗血了！哇，这么狗血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他老婆身上。要命的是，商小飞曾经公开向他表白过，也公开追求过他。海童还曾帮着商小飞追求他呢。要不是他戴上了戒指，在商小飞面前秀了一手，商小飞现在还会天天来纠缠他，让他烦不胜烦。本想狠狠地教训商小飞一顿的，谁知道商小飞和海童成了好友，让他什么都做不得了。真心对海童好的人，他都要格外优待一下。海家那一班极品最近消停了，没有再来找海童的麻烦。那既有他出手，也有商小飞出手。海家人不知道海童背后的靠山是他，以为是商小飞，惧怕商小飞的身份，才暂时消停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妈都死了15年，如果是，海童想到商太太几10年来都坚持着寻找妹妹，找到最后，发现妹妹早就离世了，对商太太的打击太大。他也为自己的妈妈心疼，可能只是撞巧吧。海童心情低落地道，商太太对寻找妹妹执着不已，我妈活着时没有提过她的亲人，但她要是活着，我想她还是想找找亲人的。她曾经跟我们提起过，想知道她是被亲生父母抛弃的，还是被人拐卖的。战印沉默。如果过世的丈母娘是商太太的亲妹妹，那么海童和商小飞就是表姐妹，2个人的关系只会更加的亲密。她这个海童的丈夫，以后也要随着海童去见一见她的大姨，她的身份很快就要被戳破。战印，你是不是觉得很狗血？我也觉得很狗血，我从来没有想到里的情节会真实发生的。海童叹口气，我和我姐都不知道我妈真正的亲人在哪里，也无从追查，只能看小飞的妈妈了。小飞说她妈妈中午就会从海景别墅回来，她没有隐瞒，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商小飞。那这对于商小飞来说就是一条线索。商家人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几10年如一日的寻找着商家小姨，
如今有点线索，不管真假，商太太都会见一见她姐妹俩的。现在科学发达，只要你们和商太太做一个 DNA 血缘鉴定，就知道结果了。商太太一直都在找妹妹，总会有人想潘富贵冒充的，不过以商家的地位，却不是有胆量来冒充就能冒充的，商家肯定会多方查证。现在更方便了，直接做一次 DNA 血缘鉴定就知道真假，根本是无法冒充的，除非把 DNA 鉴定结果换掉，不过那也不太现实，因为商家会盯得牢牢的。商无痕能与他成为对手，也不是吃素的。也是。那海童忽然就看开了，他又不是想冒充商小飞的表姐妹的，不过是商小飞让他帮忙。他意外地发现商家小姨和洋洋就有几分相似而已。他母亲是不是商太太要找的妹妹？等商太太回来，向他姐妹俩提出做 DNA 血缘鉴定，就知道结果了。是也好，不是也好，顺其自然。不管是什么结果，他都能坦然接受。战印没有再说话。他现在心里也有点乱吧，也有点紧张。不过呢，眼前的事啊，先替洋洋讨回公道吧。身份穿帮的事应该还能再拖一拖的，因为他很快就要去 A 市参加叶君博和穆晴的婚礼。反正能拖的一时就是一时，他也要抢在商太太见到他之前向海童坦白。希望海童的反应不要太过激烈，他当初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了解，隐瞒身份考察他的人品，他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毕竟以他的身份，谁知道接近他的女人是为了钱还是为了他这个人。现在海童的人品处事方式自信自强自立，很对他胃口，他不知不觉间就被他吸引。那边的商小飞在结束和海童的通话后，马上吩咐着佣人凤姨帮你准备一些补品，是适合小孩子吃的补品，我要送人的。凤姨问道，小姐，那孩子多大了？2岁多一点。2岁多一点的宝宝若无什么事不需要吃补品啊。凤姨提醒着自家小姐，小姐呢还是个未婚的，不懂得这方面的事情。也很正常啊，她提醒一下是她的职责。免得小姐送礼送错了，回家冲她发脾气。一点都不能吃吗？想到洋洋很健康，的确不需要补品，除非吃点铁锌钙之类的了，保健品了。不过我们家里没有。大少爷是结婚了，由于宠着大少奶奶，夫妻俩还想过2人世界，还没有孩子。二少爷和小姐就更不用说了，还是单身贵族，故而家里并没有幼儿的保健品。那算了，不必准备幼儿的补品，你就随便帮我准备点营养品。我给海玲姐送去，总不能空着手去吧。等会儿我出去在外面的玩具店给洋洋买几样玩具吧。海玲她都胖成球了，被陆总强制着减肥，还给她送营养品。小姐现在就要吗？商小飞想了想，说道，先帮我准备好，等我妈回来了，我再带着出门。洋洋像她的小姨，商小飞想着还是带着母亲登门拜访一下，让母亲看看洋洋，不管是不是也是一个希望。他倒是不会误会海童有什么企图，这个也冒充不了的。后续他母亲还会做 DNA 鉴定，一鉴定，是真是假就清楚了。海童的人品绝对做不出冒充他小姨潘富贵的事。好。凤姨听话的去帮商小飞准备营养品。商小飞又打电话给母亲，商太太接了他的电话，妈，你和我爸回到哪里了？商太太在电话里笑道，还要半个小时就到家了，怎么想妈妈了呀？商小飞撒着娇，我就是想妈了，天天都想，无时无刻都在想妈妈。商太太被女儿逗得直乐，打趣的道，我以为你只会想着战印呢。妈，别跟我提他了，他已经名草有主了。一提到战印，商小飞的笑容消失不见。那是他心中的痛呀。商太太听得一脸懵，战印名草有主了，他都结婚了，对他太太还特别好，宠着护着呢，
我哥都查不到他老婆是谁。商太太，既然他名草有主了，那你就死心吧。他本来就不属于你，一直以来都是你一厢情愿。商太太就很欣赏战印，却也知道战印压根儿不喜欢自己的女儿，是女儿想要试一试。撞过了南墙就会回头的了。妈，我跟你说件事。商小飞不想和母亲再提战印，提一次他的心就绞痛一次。爱了那么多年的男人，突然得知他已婚，他差点就成了小三。再骤然放下，说不痛苦那是假的。他现在都是尽量不提战印，免得自己难受。什么事？妈很快就到家，等妈到家再说。我想妈现在都很乐意听的，是关于我小姨的新线索。果然，商太太神色一紧，惊喜地问：小飞，有线索了吗？你小姨现在哪里啊？我朋友海彤，就是上次上了微博热搜的不孝孙女。我把妈和小姨小时候的照片发给她看，让她帮忙留意一下。刚才我打电话给她，她说她认真看后，发觉她的外甥洋洋和我小姨有几分相似。闻言，商太太却是脸色一白。上次微博热搜的是闹得动静挺大的，就她虽然没有看到海家删掉的相片啊，但从女儿嘴里也知道了个大概。海家姐妹那是父母双亡，如果海彤的外甥像她妹妹，等于说海彤的妈妈就是她的妹妹，对方在15年前就死了。商太太不愿意相信，也难以接受，自己寻找了几十年的妹妹，早在15年前就死了。她捏紧手机，好一会儿才勉强压制住翻滚的情绪，问着：哎，你看到海彤的时候，没有发现她像你小姨吗？没有呀，海彤好像说过她像她爸的，她姐像她妈妈，不过她姐胖成那样，我怎么都无法把她姐和我小姨重叠在一起。妈，我觉得这次有可能是找到了小姨，我初见海彤的时候，对她莫名就生出一股亲近感。第一次看到洋洋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就我这样的性格，一眼就喜欢的人很少很少的。我想，或许那是血缘关系的原因吧，因为她和海彤是表姐妹，所以她对海彤生出亲近感。洋洋在哪里？海彤说洋洋出了点意外，好在没大事，已经出院回家，她姐在家里待着。我就是想问妈大概什么时候到家，我带着妈一起去海玲姐家里看望洋洋。不管洋洋是不是我小姨的后人，我就喜欢她，知道她出事了，我想看看她。那是她第一个喜欢的宝宝，被人欺负成那样，商小飞都气得牙痒痒的。等海彤有空了，他问清楚一点，再整治那一家人，让他们吃不完兜着走。他可不怕别人说他蛮不讲理，说他护短。那在管城，谁不知道商小飞是个蛮不讲理的人？洋洋出什么事了？商小飞把洋洋的事情告诉了母亲。商太太听得心疼死了。用女儿的话说，不管洋洋是不是她妹妹的后人，仅说一个2岁大的孩子被打成那样，听着都让人心疼。如果海彤姐妹俩真是她的外甥女，商太太想到2个外甥女遭受到的一切，就心疼至极。妈很快就到家的，你等着妈，妈陪你一块儿去看望洋洋。这是最有希望的线索了，她一定要亲自去看看那个像她妹妹的宝宝。任家，爸妈，你们别搬了，我不向海彤索赔了，行不？周红英还在阻止父母搬离任家。那昨天呢，父母回来后就开始收拾东西，不过在他的阻拦哭诉保证下，父母勉强的留下过了一夜。过了一夜，他以为父母气消了，没想到现在又说要搬走，主要是老爷子气得很了。任辉也劝着爸妈，红英说的对，你们搬回去也没有人照顾你们呀，叫我们怎么放心？在我们这里住着一大家人，你们也能热闹热闹。爸，任明知道错的了，等会儿我和红英就带着他去跟洋洋道歉。我昨天也教训过任明了。周父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不吭声，在他旁边放着他收拾好的行李箱了。周母看着丈夫，欲言又止。那周红林一句话都不敢说。昨天到了姐姐家里，看到大外甥被姐夫教训得挺狠的，他气也消了点。爸，别吵，
周父冷冷地喝了一声，抬头瞪了女儿2眼。见儿子一声不吭地站在旁边，他更生气。任明是被女婿教训了一顿，但任明的脸用冰块敷过后早已消肿，虽还有点青紫，不仔细看的话根本看不到。被皮带抽打过的伤痕，抹了药后也没什么大碍了。可是洋洋呢？他厚着脸皮打电话给儿媳妇，问过了洋洋的情况，洋洋脸上还没有完全消肿呢，青紫还很明显，主要是洋洋被吓坏了，昨晚1个晚上都在哭闹不休，还发高烧。两相对比，周父还是更心疼自己的孙子。任辉的老娘从外面小跑进来，说道：“哎，任辉、红英，昨天那些人又来了。”闻言，周红英火冒三丈的道：“他们还来做什么？砸了我家那么多东西，害得我儿子被揍，还不够，还想咋的呀？真想让我赔偿？派出所的人跟他说过，他儿子是过错方，如果被伤害的那一方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他是要赔偿的。”周红英想到自己要赔给海玲一笔钱，她就像吃了满嘴的苍蝇似的，恶心的难受。周红英气势汹汹地冲出去，刚好看到就海童夫妻俩一左一右的挽扶着战家那位嘴毒的老太太进来，在他们后面还跟着7、8个高大的男子，他们应该就是海童的小叔子们。海童家的男人家里还真是人丁兴旺呀，而且呢，个个都长得特别好看，那气度那气场让周红英满腔的怒火都缩了缩，减小6分了。这些人下手狠着呢，昨天把他家砸得稀巴烂，害他损失好几万块钱。你们还来做什么呀？周红英质问着。她想把海童等人拦在屋外，无奈她是单力薄，根本无法阻拦。她丈夫还和她唱反调，客客气气地请着海童一行人进屋。任明一就看到海童一行人，就愤怒地瞪着。被他爸看到了，被掐了一把。等会儿老老实实的道歉啊。任辉低声提醒着儿子，这些人不好惹，砸了他们家都能安然无恙。那昨天派出所的人压根就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任辉担心站家人有背景，所以任总提醒儿子要真诚的道歉。其实任辉是想多了，派出所的人是看过了监控，觉得任明过于心狠手辣，才会选择性的忽略任家被砸一事。你都把人家的孩子打进了医院，还不许人家发脾气啊？还没有孩子的人或许体会不到家长的愤怒及心痛，有了孩子的人，谁看到那个视频都是火冒三丈的。任明撇撇嘴不说话。任明不觉得自己错了，小宝说洋洋打他了的，他是小宝的哥哥，弟弟被打，他自然要替弟弟出头。谁叫洋洋要打小宝？他又没有打死洋洋，怎么到了大人这里，他好像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似的？任明的想法和他亲妈有的一拼啊。海童，周父和颜悦色地问着海童，洋洋怎么样了？爸，你看看任明，他都好了，洋洋肯定也好了。周红英抢先说话。海童冷冷地瞪着周红英。周红英没好气的道：瞪什么瞪？海童，你们昨天把我家里砸了，这笔数。在父亲的瞪视下，以及被丈夫扯了扯，周红英最终就闭嘴，愤愤不平地在丈夫的身边坐下来。见到公婆还给海童一行人倒水，拿水果点心出来招待，周红英更加不满。洋洋脸上的伤还没有好，那被脚踹伤的地方也还是青紫一片。昨晚哭闹了一夜，发着高烧，今早又吃了一次美林，退了烧，也哭累了才睡着。周父脸现心疼，海玲没有送洋洋去医院吗？周红林问了句，话里夹着点指责的味道。海童一行人齐刷刷的就看着周红林。周红林，洋洋发烧，送去医院有什么不妥啊？这不是正常妈妈的选择吗？周红林，你给我闭嘴！洋洋是你和海玲2个人的孩子，你昨晚彻夜不归，有什么资格指责海玲？周父都听不下去，忍不住呵斥着儿子。等周红林被骂得不敢开口了，海童才淡淡的道：半夜送去医院看过医生，医生开了点安神定惊的药，让我们自己买了1瓶美林。
交代体温超过了38.5度才可以喂点美林退烧。一开始呢，姐妹俩都是给洋洋物理降温的，后来烧得越来越厉害，不得已才喂洋洋吃了美林。退了烧，洋洋折腾了一夜也累了，方才入睡。哎，我可怜的洋洋啊！周母嚎了一句，揉揉眼睛，又骂着任明。洋洋是你亲表弟，你咋就能下狠手把洋洋往死里打？妈，任明知道错的了，他也还是个孩子，懂什么轻重呀？周红英替自己儿子辩解，又对海童说道：海童，任明打了洋洋。确实是他不对，昨天他爸也教训过他了，他知道错的了。等会儿我就带着他买点水果去看看洋洋，向洋洋道歉。怎么说都还是亲戚，这件事我们不追究你们砸了我家那么多东西，你们也别再追究我儿子的过错了。小孩子打打闹闹的很正常，我们大人插手就变味了。况且小宝说了是洋洋打他的，任明当哥哥的自然会护着自己的弟弟，就像你现在护着你姐姐一样。海童冷笑：周红英，你的眼睛还能更瞎一点吗？到底是谁先动的手？你家的监控都拍了下来，真真切切清清楚楚的。周红英一噎，那再次在心里骂着丈夫没用，竟然没有提前删掉监控视频，还落到了警方的手里。有监控的视频为证，她想颠倒黑白都理不直气不壮的呀。说吧，你们今天来的目的啊？无法把过错赖到洋洋头上，周红英换了话题，问起海童一行人来的目的。她扫了扫站家那些人，他们都不需要做什么，就这样坐着都足够震慑人心。没看到她的婆家人个个都怂得很，不敢说话吗？一家子没用的。周红英在心里骂着婆家人。对上老太太后，周红英忍不住说着老太太啊，看什么？怎么到哪都有你？老太太高抬着下巴，不接话。呀了，周红英最恨的就是老太太昨天耍无赖，害得她被海灵反扑，吃了大亏。老太太依旧下巴高抬，傲然的道：我只跟人说话。死老太婆，你！战印兄弟9个货地站起来，个个都怒视着周红英，吓得周红英本能的就往丈夫那边靠去，舌头也被猫咬断了，一下子就哑了声。战印冷冷地警告着周红英，再骂我奶奶一句试试。奶奶在他们战家那是老封君，谁敢对奶奶不敬，就是与他们整个战氏家族为敌。周父猛地起身，一步就跨站到女儿的面前，一巴掌抽过去，啪一声响。周红英错愕地看着父亲，爸，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有人当你是哑巴。周父真要被这个女儿气死。这周红英摸着被父亲打的脸，委屈至极。周父又歉意地对老太太说道：亲家奶奶，让您见笑了。我这个女儿说话没经过大脑的，您老大人有大量啊，不要和她一般见识。任辉也附和着老丈人的话，再请着战印等人坐下来。海童，我儿子错就是错了，我也不争辩，也是我教子无方，我郑重地向你们道歉。等会儿我夫妻俩就带着任明去看望洋洋，让任明向洋洋道歉。你们若是需要我们赔偿洋洋的医药费、精神损失费，说个数，我们都会赔偿的。周红英着急，小声地嘀咕着，我们家还被砸了，损失好几万元，这笔数怎么算呀？被父亲一瞪，他就不敢说话了，不过就拼命地给弟弟使眼色。周红林接收到姐姐的眼神求助，清了清嗓子，对海童说道：海童，让我姐带着任明去赔礼道歉就行了吧？那个，我是洋洋的爸，也是监护人之一，我觉得我也有决定权的。海童反唇相讥，原来你还记得你是洋洋的爸呀？别人的爸，知道自己的儿子被欺负，恨不得拖着40米长的大刀去找对方算账。你这个当爸的却想着息事宁人，外甥比你儿子更亲是吧？说完，海童对任辉说道：洋洋在医院被抢救过，也做过全身检查，花费了几千块钱，我都把医院的收据带过来了，免得你们说我狮子大开口。我今天过来，一是让你们带子登门赔礼道歉，
并保证以后不接近洋洋了。二是赔偿的问题，洋洋心灵受到创伤，后续还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来抚平他的心灵创伤，那是一笔未知数的钱。你们现在先赔偿医药费，后续洋洋还要治疗的话，费用都要你们出，营养费、精神损失费我们也不多要，加上昨天的医药费，你们暂时先赔偿洋洋5万元吧。周红英跳起来，海彤，你怎么不去抢银行？洋洋才多大呀，就要营养费、精神损失费了。那我家任明被打了，你们赔不？海彤反问他，你儿子是谁打的？谁打的你儿子，你就让谁赔偿呗，反正我们没有打你儿子。半晌，他恨恨地道，你这是看我弟弟要和你姐姐离婚了，故意狮子大开口要一笔钱给你姐姐吧？一个2岁大的孩子被吓到去找神婆摸2下，烧2道安神符给他洗澡就完事了，还需要什么后续治疗，还能把他吓傻不成？海彤都不想和周吉品说话，他冷冷地道，你们家来个人说话吧。这是不把周红英当人了。哎，周红英气得跳脚。战老太太不把他当人看，海彤也骂他不是人。那这个时候呢，派出所的人进来了。是战印打电话请他们过来一趟当见证人的，毕竟他们昨天报了警啊，事情还没有真正处理完毕的。在派出所的调解及见证下，双方签订了协议，洋洋后面若是需要治疗，所有费用皆由任家支付，然后任家要带着任明登门赔礼道歉，以后对孩子加强管教。海家向任家索要的赔偿没有变动，海彤要了5万，任家就支付5万。任家的损失，周父愿意替海彤赔偿给任家。任辉虽然肉疼，但为了息事宁人，准备给海彤转账5万。就算赔偿，也不是转账给海彤，海彤又不是洋洋的监护人，洋洋的亲爸还在这里呢，给红林。周红英想着把钱转给弟弟，等这些人离开后呢，那弟弟又会把钱还给他的。给海彤吧。周父发话，要求女婿把钱转给海彤。他说道，海彤是洋洋的小姨，自洋洋出生起，海彤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洋洋带到这么大，我相信他是一心一意为洋洋好的，不会昧下这5万元的抚慰金。他又瞪着女儿，周红英怕老父亲又打他，不敢吱声了。任辉在派出所的人的见证下加了海彤的微信，然后用微信转账了5次1万元的给海彤，并备注是给洋洋的精神损失费。海彤不客气地收下了。那然后呢，转手就把5万元转账给自己的姐姐。周父特意站在海彤旁边，看着海彤操作的。见海彤马上就把钱转给儿媳妇，周父微松口气，钱给了儿媳妇，那也是用到他孙子身上，不是给了外人。要是给了他儿子，那是又回到女儿的口袋里。那从任家出来，老九非要坐大哥的车。上车后，他就对海彤说道，大嫂，昨天你们过来干架的时候啊，干嘛不叫上我呀？兄弟9人，独独把我排除在外。海彤扭头看了最小的小叔子2眼，说道，你还是个未成年人啊，我们得保护未成年人呀。其实呢，我是未成年人，那个任明也是未成年人，我们俩干一架，就是2个未成年人打架，犯不着我们动手，让他爸教训他一顿就行了。你没听到他那个极品妈说的话，也想让我们赔偿呢，他是被他爸打的，周红英才没有办法向我们索赔。奶奶说我跟过来就是冲个人头属的。战燕撇撇嘴，我还真是个冲人头属的。战印沉声说道，你还想怎么样？战燕马上噤声，事实上他们今天过来是给大嫂撑腰的。谈判的事呢，都是大嫂来办，大哥都不插手，因为大嫂是洋洋的亲小姨，大嫂比他们任何一个人更有资格替洋洋讨公道。海彤见小九被丈夫吓到，替小九说了句话，战印，你别吓小九，小九也是好心，就是大哥就知道吓我大嫂，你是不知道的，我大哥比我爸还严厉，每次回家见到我都是送我一大箱的练习题，让我不停的刷题，他就是见不得我闲下来。战燕在第一次见到海彤时，就坚定不移地抱住海彤的粗大腿，
坚信他大哥以后会被大嫂吃得死死的。哎，事实证明他的眼光不错呀，看得真准。现在大哥对大嫂越来越宠，你大哥也是为了你好，多刷点题，以后能考个好大学。兄弟9个，就你学习成绩最差了。战印冷冷地说了弟弟一句：战燕，我就是没有像你们这样都能跳级而已，在班级中啊，我一直都是前10名的，那将来上个好大学根本就不成问题。兄弟9个，有8个都是学霸，就他是个学渣，但他这个学渣在其他学生家长的眼里依旧是学霸的存在啊。哎，好气人呀。战燕一想到自己自从成了高中生后，8个哥哥只要回了老宅，个个都是给他送练习题、试卷呀，让他做个不停，他就想离家出走。不，8位哥哥不要回老宅。哎，老宅不欢迎他们。海童震惊地问：老九，你几个哥哥上学期间都经常跳级的吗？对啊，他们每个人都跳过几次级，就我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他要和战印生猴子，不是生孩子，保准也是学霸级别的啦。